世界目光聚焦在巴黎。这一年，台湾茶第一次带着独有的乌龙茶香，在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上登上世界舞台。当时由前身茶交永和兴改组后的台北茶商业同业公会主导设置了台湾吃茶店，他们将这来自台湾的乌龙茶直接带到欧洲人的面前。在人潮汹涌的巴黎，一间飘散着乌龙茶香的东方茶馆，让欧洲人第一次坐在木桌旁，用精致的瓷杯细细啜饮。结果一鸣惊人，不仅成功推广，更获得了博览会金牌奖。吃茶店 Kissa Day 是日文词汇，只提供茶饮和甜点的日本特色餐馆。日本将其现代化的吃茶店文化与台湾的茶文化结合后，推向世界市场的一次尝试。巴黎的成功为台湾茶打开了世界级市场的大门。在此之后，以台湾吃茶店积极参与各大博览会，持续推广。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台湾吃茶店再次展出，强调日美贸易合作。1914年印尼爪哇三宝龙的日本殖民地博览会，到了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出现台湾茶屋 Formosa Tea House， 有专属的展览建筑。这些荣耀不仅仅是奖牌，更带来实质的经济成果。台湾茶的出口量持续增长，到了1911年，出口量创下当时的最高纪录。然而这段茶叶的荣景也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导致欧洲市场一度停驻，促使台湾茶转向美国市场发展，因此开启了出口绿茶的新契机。从1919年起，开始制造出口用的绿茶，最终在1933年达到了出口的高峰。从世界博览会的光芒到出口数据的辉煌，台湾茶在日治时期站上了世界的舞台。接下来，日本人将在台湾设立专门的茶树栽培试验场，也就是后来的茶叶改良场。一场全面性的制茶革命正要开始。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对台湾茶来说却是第一次站上世界舞台，留下不可磨灭的身影。台湾茶故事，下集见。金鳌出国比赛，得冠军，摕金牌，光荣倒转来。